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福福 Chinese，我是小韩。今天我们要聊一聊马云。大家都知道，马云是中国最有钱的人之一。但是呢，今天这个故事不只是讲一个有钱人，马云的故事重点从来不是成功，而是失败。好，我们的故事现在开始。他叫马云，英文名是杰克马。1964年9月10日，马云出生在中国杭州。小时候呢，他个子小，身体也不太好，学习呢也一般，没有什么特别的。他家里很普通，不是有钱人家，房子很小，没有车，没有电视，就是普普通通的中国家庭。不过啊，马云有一点和别人不太一样，他特别好奇，喜欢问问题，想多知道一点外面的世界。那时候，中国还不像现在这样，没有互联网，电脑很少，很多人啊，从来没见过一个外国人。可是，小小的马云心里有一个大大的梦想，我想看看外面的世界，我想学好英语，我想和外国人说话。有了这个梦想，他怎么做呢？在他12岁那年，他做了一件事，大人都觉得很奇怪。每天，真的是每一天，早上5点钟，天还没亮，小马云就起床了。他骑着一辆旧自行车，叮铃铃就出发了。他去哪儿？他去杭州的西湖边。为什么去那里呢？因为啊，那里有很多外国人。他走到一个外国人面前，他有点紧张，但还是笑着说：“你好，我叫马云，需要帮忙吗？”他就这样免费给外国游客当导游，带他们在杭州到处逛。他不要钱，他只有一个要求，请和我说英语吧。有时候他说错了，单词忘了，句子也不对，游客听不懂，他也会很着急。回家的路上，他一边骑车一边想：哎呀，今天那句话该怎么说才对呢？没关系，明天我再去练。就这样，1天、2天、1个月、2个月，他做了整整9年。不管刮风下雨，他都去。他的英语啊，越来越好。
在西湖边有一件事儿改变了马云的一生。他15岁那年遇到了来自澳大利亚的一家人，他们姓莫利，爸爸叫肯莫利。他非常喜欢这个勇敢的中国男孩，他们成了好朋友。后来，马云和莫利一家开始写信，在信里，他们告诉马云外面的世界，还有不一样的生活。莫利先生还会给他改英语。1985年，莫利先生请马云去澳大利亚玩，这对当时的马云来说像做梦一样。出国，他从来没出过国。他申请签证被拒了7次，可他没有放弃。他想，我一定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终于，第8次，他成功了。他去了澳大利亚，待了29天。这次旅行让马云看到很多从来没见过的东西，他的世界一下子变大了。他后来说，那次旅行完全改变了我。但是在学校里，马云可不是那种好学生，考试对他来说特别难。初中考高中，他考了2次。高中考大学，也就是高考，他也考了3次。高考呢，在中国是非常重要的考试，几乎决定学生的未来。如果考不好啊，别人会看不起。马云第1次高考，数学只考了1分，1分，满分是100分。很多人都笑话他，马云，你上不了大学的，算了吧。但马云心里想，不行，我要再试一次。第2次高考，他的数学考了19分，还是没考上。他的父母也对他失望了，周围不好的声音更大了。看吧，早就说你不行了。要是别人，可能真就放弃了。但马云不一样，他白天打工赚钱，晚上上课，努力学习。他心里有一个声音，我一定要考上大学，再试一次，就1次。第3次高考，他终于考上了。虽然数学分还是不高，但他的英语非常好。他进入了一个杭州的大学，学习英语。大学毕业后，马云觉得，我终于可以找一个好工作了。他充满了希望。
结果呢，他找了30份工作，你猜怎么着？全被拒绝了。没错，全部。他想当警察，人家说你身体不够强壮，不行。肯德基来招人，一共24个人，用了23个，就他一个没有得到这个工作。就连普通饭店也拒绝了他。别人跟他说，你长得不好看，话又多，也没什么特别的能力。你想想啊，换了别人，会不会就放弃了？会不会想，我是不是天生就没法成功呢？可马云不一样，他说，我要走自己的路。时间很快，马云31岁了。有一次，因为工作，他去了美国。在那里，他第一次见到了互联网。朋友帮他打开一个网站，他在搜索框里输啤酒，电脑上出现了很多啤酒，美国的、德国的、日本的，但是没有中国的。他又打中国，结果呢，几乎什么都没有。在网上，中国的东西太少了。那天晚上，马云回到住的地方，他怎么也睡不着。他坐在窗户边，看着外面的星星，心里想，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多的人，这么厉害的文化，为什么在网上找不到？这不对呀！突然，他想到一个主意，也许还没人做这件事，我可以做。虽然他不太懂电脑，也不懂互联网，但是他觉得有问题就有机会，这是一个把中国和世界连起来的机会。回到中国后，马云只有一个目标，开公司，帮许多中国公司上网。他从朋友那里借了2000美元，开了第一个公司。他的想法很简单，帮小公司做网站，帮他们和世界连接。可问题很大。那时候啊，中国几乎没人懂互联网，大家都不信，觉得这是个笑话。他们找了很多小公司，对老板说，给您做个网站吧，让全世界的人都能看到您的产品。结果呢，大部分人都摇摇头，笑着说，网站那是什么东西？在电脑上卖东西？不可能，那是骗人的吧？可马云没有停下，他相信未来总有一天，人们会在网上聊天、买东西、生活，
就像我们现在这样，马云的第一个公司最终失败了。时间太早，没有人理解，没有人支持，大家都不相信。这是他第一次开公司失败。可马云和别人不一样，他没哭，没抱怨，他说：挺好，这事儿没成，但我学到东西了。现在我们再试一次。时间到了1999年，马云35岁。有一天，他请了17个朋友，来到他在杭州的小房子。没有桌子，没有椅子，大家都坐在地上。马云站起来，对大家说：朋友们，我们要做一件大事儿，我们要开一个公司，名字呢，我都想好了，就叫阿里巴巴。一个朋友问：啊，为什么叫这个名字？好奇怪啊！马云笑着说：因为阿里巴巴的故事啊，全世界都知道。里面有一句话叫芝麻开门。我们的公司呢，就是要帮中国的小公司打开世界的大门。就这样，阿里巴巴成立了。最开始只有18个人。你知道吗？那时候啊，马云真的是什么都没有，没有计划，没有钱，也没有技术。可他有更重要的东西，一群相信他的朋友，还有坚持。他和朋友们都相信，有一天我们会改变世界。一开始，他们在马云的家里工作，那是个小公寓。大家白天干，晚上也干，每天只睡几个小时。没有工资，没有舒服的办公室，但每个人都很兴奋。他们相信自己在做一件特别的事儿。他们做了一个网站，帮中国的小公司在网上放上自己的产品，让外国人也能看到。那时候，亚马逊、易贝在西方已经很火了，但中国还没有这样的东西。马云也知道，做这件事儿不可能那么顺利，但他想，如果现在我不做，很快就会有人去做的。不过呢，钱一直是个大问题。他去银行借钱，10多家银行都拒绝了。他们说，你这个想法太危险，没人会用你的东西的。这个时候，机会来了。有一家日本公司叫软银，老板叫孙正义。他见了马云，2个人刚聊了5分钟，孙正义就说：我给你2000万美元。马云很吃惊，问：你不用看我的计划书吗？
孙正义笑着说：“我看的不是计划，是你这个人。”那一刻，马云知道了，他的梦想真的要开始了。2002年，阿里巴巴发展很快，很多小公司开始用它，生意也越来越好。就在这时，大麻烦来了，易贝来了中国。那时候，易贝很有名，它是外国的大公司，很有钱，也很厉害。大家都觉得阿里巴巴要完了，连马云的团队也害怕了。有人说，马云，易贝太强了，我们打不过的。马云站在大家面前笑了笑说，易贝是海里的大鱼，很厉害。我们呢，是长江里的大鱼，在海里我们会输，但在长江里呀，我们一定能赢。马云觉得他们比易贝更懂中国，更懂中国人，更懂中国的公司。马云知道他们想什么，也知道他们要什么。2003年，马云做了一个新网站淘宝，它和易贝一样，人们可以在上面买东西、卖东西。但有一点不一样，淘宝对卖家是免费的，易贝要收钱，淘宝不要。马云说，咱们先让大家喜欢我们，钱呢，以后再说。那时候啊，大家都特别努力，很多人不回家，睡在电脑旁，晚上也工作。有一天晚上，大家太累了，马云说，记住，我们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。很多年以后，你们能对孩子说，中国互联网刚开始的时候，我就在那。这话让大家又有力气了。后来，易贝也注意到淘宝了，他们开始打广告、降价，还学淘宝的做法。可马云有秘密武器，他懂中国人，他知道卖家不只想卖东西，他们还想被理解，想有人帮忙。所以啊，淘宝加了新用法、新功能，让买家和卖家能直接聊天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他们还帮新卖家学习怎么做。慢慢的，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了淘宝。大家都说，淘宝是我们的朋友，而易贝呢，冷冰冰的像个机器。最后，易贝失败了，离开了中国。马云和他的小公司终于成功了。阿里巴巴越来越大，越来越成功。后来，他在美国上市，成了全世界都知道的大公司。
马云也成了中国最有钱的人之一。马云一直没有忘记自己的过去，成功以后，他也没有骄傲。他很感谢之前帮助过他的人。2017年，为了感谢莫里先生那位澳大利亚朋友，马云把2000万美元给澳大利亚的一所大学，用来帮助年轻人。他说，我想感谢他们，也想帮更多年轻人去看看世界。他这样做是为了帮助年轻时候的自己。现在，马云最喜欢的是老师这个称呼。他用他的钱帮助中国农村的老师和孩子。他说，如果让我选，当老师还是当有钱人，我会选当老师。他帮助很多穷孩子继续上学，改变他们的人生。2019年，他55岁了，决定离开阿里巴巴。在告别会上，他又唱又跳，和很多员工说再见。他说，我不聪明，我失败了很多次，但我从来没放弃。我能做到，你们也可以。请相信自己，热爱你的梦想。马云一次又一次被人说不，被人笑话，也有的时候感觉快要坚持不住了。大家都说他不够好，可你知道他怎么说吗？他说，我明天再试一次。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故事，不只是马云的故事，而是想说，如果你现在的中文还不够好，不够流利，没关系，坚持下去。每天多学一点，多说，多练，最后你总会成功的，加油！